记录把玩时光，我是 Hunter， 欢迎来到最新的一期开箱简评。今天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就是眼前的这款来自酋长大陆最近刚刚现货的弗朗兹阿尔法。这一款玩具呢，目前是推出了4个配色，而且每个配色各有特点。我个人觉得这个红白款还有后面的这个紫色款都是非常的骚气。而且呢，这边写着勇武红白款，我个人觉得这个配色也是呼应了当时跟大家去做这个把玩分享的相当于烘魔的那个配色，个人觉得这个颜色还是非常帅气的。盒子包装还是依旧延续之前的这个风格，可以看到呢，它算是一个空中宇宙型的机体，身形方面有一些曾经的这个云雀机体的一些特征侧面有这些，比如说光束军刀等一些武装。你可以看到复合武装里面有这个开罐器，其实是带有冲锋枪的这个近战大型实体刃，然后这边是有这个大型光束发射器，就是这把大枪。个人觉得武装方面还是给的非常够的，然后这边有一些机体设定，大家可以简单的去看一下。拼装方面的话，我是花了大概1个小时的时间，不做渗线，只是水口一刀流直接剪切完毕，就是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搞完了。这边呢也没有贴它的这个水贴，只是想第一时间原汁原味的给大家去呈现一下这一款套件的把玩体验。那纸品方面的话呢，还是一样，说明书1份，这边说明书依旧是非常有仪式感。超动机兵机体交付通知函真的是很帅气啊。看到内侧呢，其实拼装步骤并不是特别多，而且线稿图呢，确实，给我早年间的那种 HG 或者说 MG 的这种线稿图的感觉非常的不错。那这边呢是板件一览，可以看到呢，还是大量使用了这个双份板件的这个拼装逻辑，然后在 F1 板件呢，依旧是他们家引以为傲的这种可以匹敌，或者说甚至超越了这个实体或者说是成品玩具手感的这个板件。这个关节零件呢，我觉得确实手感方面呢又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段位，待会儿我们把玩的时候继续来说。拼装体验方面，我觉得在设计上面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一次的胸腹关节，待会儿我们来看，这边有做这个挡板的零件，也有做一个新的斜切。那其他部分呢，我们就是边玩模型边来看这次呢，因为双份板件的开模问题呢，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多余的零件。简单来看一下，这次多的是基本上半个胸部套件就是已经多出来了，核心的关键零件毕竟没有嘛。然后一份基本上90%成型件的，缺少了连接关节的这个飞行背包，大家呢也可以把它改造成其他的这种重型火力的这个推进器的这个部分。反正呢就多了这么多的零件。然后剩下的散件呢，有一个髋关节裙甲的部分，就是前裙、后裙都是完整的，而且内构的这个内衬细节呢也都做出来了。反正这个东西呢可有可无嘛，也都是算在成本里面，售价70元，我觉得算是能够值回票价。其他的就是半颗这个弗朗兹阿尔法的头雕，可以看到呢没有中间的透光零件，稍微有些可惜如果说能实现不同造型双头雕的配置的话，我是觉得这款玩具呢会更加的具备性价比一些。这种比较空洞的状态呢，也没办法当成一个完整的头雕去把玩。然后剩下的零件呢，就是一些胸部的套件，也可以看到呢有一些面板细节的刻画，这个其实是一个挡肉件，待会我们来看胸部零件的时候呢，就可以看一下。其他部分呢，水贴呢，其实目前做了这么多超动机兵或者说超动骑兵，我其实没有贴过他们家太多次的这个水贴，覆盖力度还是不错的，简单看一下。然后卡片方面依旧是这种薄薄的这个塑料片材质，然后这边是弗朗兹阿尔法，有一些超级机器人大战的 SD 风格的这个插画，这个配色蓝白配色非常基础，我觉得还是红白配色更加好看一些。剩下的零件呢，其实都是老朋友了。手型方面，开掌手型，然后握拳手型都是 PVC 软胶零件，直接剪下来就 OK 了。那我直接拿到的给它装备的是这个握持手型。在握持手型的加持下呢，其实光束军刀这边我们待会来看，埋藏在膝盖内侧呢是有2柄，然后这边是给它做了一个全装备的状态。不过说实话呢，全装备的状态下呢，稍微是有一些臃肿。
拉近镜头来看的话呢，这次的面雕甚至是做出了眼睛和口部的这个分件的感觉。而且呢，这次头雕方面呢是采取了这个透光零件。这个透光零件呢，虽然我在这边拍摄效果一般般啊，但是你可以看到呢，通透度还是非常足的，主要是靠这边的这个金光口去透光。整体的效果还是 OK， 而且呢，很多朋友呢觉得远看呢有点像威震天老威，然后呢，整个面雕呢也是比较凶的感觉。这次头雕的这个抬头幅度，它做了一个往里面的这个嵌套型的抬头脖子，个人觉得这一点设计还是挺有意思的，很像那种 R 魂的这种成品玩具的感觉。个人觉得这一块非常有趣。然后其他部分呢，我们简单来看一下，还是老样子，我们把这边稍微战斗军刀这边稍微收敛一点，然后给大家在镜头面前360的旋转一圈看一下。宇宙型的机体，腰部非常的纤细，然后其他部分的推进器给的很足，然后还有一些拘束器等一些喷口的这种感觉。造型设计方面呢，比较有主角机的既视感，然后背后的一个大型背包，然后再加上它这个脊柱部分呢，也有一些类似于巴巴托斯铁血孤儿里面的一些机体的设计风格在里面。个人觉得呢，算是完成度或者说整个机设整体观感是非常完整的一个套件。头雕方面我们刚才看过了，手臂的这个地方呢，其实整个拉伸关节依旧是非常优秀，整体拉出。不过这个设计呢，在常规的 HG 里面，现在基本上也都应用到了这个水平，关节的把持力度非常紧啊，而且呢，上面搭载了盾牌，然后这边的这个光束发生器和战斗军刃，然后再加上里面的一个超级轨道炮的这种大型发射器，然后这个发射器呢，其实是可以把手柄翻出来的。在这么3重武装的这个加持下，我觉得这边搭载还是没有任何问题，非常紧。腰部这个地方呢很有意思啊，它是做了一段斜切的旋转关节在这个地方，那可以摆出一些更加妖娆，甚至更加有那种肌肉感的转腰动作。摆出的这种冲锋和跑跳的这个动作呢，也都是不在话下，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呢，在这个前胸弯腰和活动这个部件上面有一个这个挡肉的挡板件，在这个挡板件的加持下，我觉得整个背部的可动性啊，还有它整个胸腰关节会显得更加的完整，而且可以体会到这个设计师的巧思在里面。髋关节呢没有任何的遮挡呢，想前踢想后踹呢都可以到一个非常极致的角度。双段关节的这个屈膝，端关节的这个曲肘，反正我觉得可动幅度呢是完全够用。大腿根部的这个旋转也没有问题。唯一值得诟病一点点的地方呢，主要是这个在你做这个脚踝基地，如果你一开始没有搞清楚它的可动范围，你会把这个锐度非常高的这个尖角零件直接磨得比较钝。我这边呢就是一个明显的案例啊。其他部分呢，有一些地方呢是设计了一些小巧思，比如说这个脚尖的刀刃，这个地方呢作为近战的兵器，然后呢空中的兵种呢进行这种格斗，空中格斗的时候弹出一个脚掌的腿刃，还是非常帅气的。膝盖内侧呢则是设置了这个光束军刀剑柄的收纳位。武装方面的话呢，其实有盾牌，有这些东西，你可以搭载出不同的这个形态。我这边是展现的全搭载，然后你也可以把它全部的拆掉。这种东西呢，我觉得是个人见仁见智啊。我还是喜欢所有的这种超动机兵系列的玩具呢，都可以实现全搭载，而且呢，在关节紧实程度非常有把握的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全搭载的话，全搭载的状态真的是非常的耐看且好玩，而且我也可以换成不同的形式进行这种把玩。个人觉得呢是可玩度非常高的一个套件。那这款超动机兵呢，其实还是 HG 的身高啊，从脚到头顶呢大概是14公分，比旁边的这个元祖高达呢稍微要高一些。个人觉得呢这个套件呢算是小而精，虽然这一波玩具里面这个全骨架的内置的分件并没有完全回归，但是呢脚部呢基本上呢是一个全内购的状态。手臂方面我觉得成本原因啊，其实
也算是可以理解。如果你不太纠结这个 Hg 比例，然后在国模的这个基础上，依旧是高可动以及这个非常强的这种类似于成品甚至超越成品级的把玩体验的话，只要这一次的这个机设是你心目中的这种比较对胃口的感觉的话呢，我个人还是非常推荐入手的。毕竟这个70块钱的售价呢，其实在国模的这个领域里面虽然不算是最有竞争力的一批，但是论成品的这个素质来说的话，还是有一战之力的吧。那今天把玩分享就到这边，我是拖延 Hunter， 下期再见，不见不散，记得关注这个频道，拜了个拜。